眼前出了大事故的日产370Z Nismo 被强子用1万美刀买了下来。从视频的展示情况来看，最严重的损伤都在前端，右侧前轮已经掉了下来，而车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刮痕，机盖也出现了扭曲的状况。还好机盖下方没有太大的损坏，内部部件基本都保存了下来，而右侧就没那么好运了，比之前看到的更加的严重。上面主支撑已经发生弯曲，侧脸也有不轻的凹陷，减震器明显已经彻底损坏，连侧壁都已经掉了出来，而内部就好了很多。除了爆了一个安全气囊和安全带的损坏外，其余部分都还算完好。强子初步了解了车子的状况后，就找来了好友准备对车子进行拆解工作。他决定先从机盖入手，并把周边容易损坏的塑料部件都拆掉。等将新的支架安装上去后，就可以发现车体右侧向内扭曲了1英寸，这就是这次钣金师傅要修复的。他先将周围的碍事的部件都拆下来，这个过程就花了师傅几个小时的时间。当把绷带套在车上时，就开始了修复工作。这时明显的看到车子被逐渐恢复原位，他也没闲着，不断的用工具测量对角。等师傅测量了7749次后，终于将扭曲部分恢复到原位，对角中心也几乎相同。接下来就是右侧的凹陷部位，他准备将二手的框架替换上去。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拆掉前面的冷却系统，接着用电钻处理掉上面的铆钉，将外面的铁片都拆解下来，并用工具一点一点的将扭曲部位修复。这时我们就能看出来好坏了。康纳和眼前的师傅比起来就专业了好多，真是没有比较就没伤害啊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拉伸后，师傅又开始对二手的钣金下手了。他用角磨机将表面打磨，然后依然用电钻去掉上面的铆钉，接着将一块块铁板卸下来。这时就得到了所需的部件，他将这些都安装到车身上，不断的用工具进行对比，调整好各个部位的角度。等所有角度都达到要求后，就开始了车身的焊接工作。我突然在想，为啥他们的车子一撞就损坏的这么厉害？前端这么重要的部位就一根细的铁片支撑，真是不知道这车是怎么通过安全测试的。还是国产的老解放比较结实，不仅耐用又抗造。但好说不说，他们的冷却系统做的还是比较友好的，里3层外3层的很是复杂。只不过这个塑料盒子看起来有些 low 了点。这时就轮到强子上场了，他将周围的套件都拆了下来，然后拿来了拖车要把发动机拆解下来。这次的修复外表看着没什么大毛病，但发动机却是这么多期唯一出现问题的一次。虽然购买的非常便宜，但有可能这次要亏了。等发动机被拆下来时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发动机的基座已经折断，右边基座也出现了弯曲，并且上边的线路也被击穿了。这是强子在购买时没有想到的，现在只有硬着头皮继续修复。他先换了一个新的线路，接着把排气管也拆了下来，这样更换基座就比较容易了。很快就将右边基座也安装了上去，接着将上面的气门也换了一个新的。而就这个眼前损坏的插头，差点就让强子把发动机送去修了。等这些都被处理好后，发动机就重新组装了上去。这次的修复让强子很是糟心，开始购买时就认为这是一次轻松的修复，还在为捡到便宜沾沾自喜，但没想到修复过程中却频频出现问题，不仅发动机无法启动，差点被送去大修，而且还时不时的要更换新的套件。这次可让强子大出血了一回。这就是修复事故车的魅力，有可能买回来只是一些小伤，也有可能存在大修的事故。等强子把所有的套件就更换完毕，重新换过机油后，就开始了启动尝试。没想到却失败了，这让强子吊着的心更加雪上加霜。难道这次真的被坑了？强子只有再一次检查调整后，再一次尝试启动。Oh, there she is. Ain't knocking no more. 这次终于启动成功，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的健康，这大起大落的让强子很是激动，也终于让强子的心放了下来。强子快速的给车子做了一个大保健，然后将车子开到了拖车上，想将车子送去喷漆。而这次的喷漆，强子突发急事没有进行录制，等他回来时漆面已经被处理完成。强子快速的将车子带回了车厂，准备开始收尾工作。这次的修复已经花费了强子很多的金钱和时间，他想快速的修复好，将车卖出去，减少这次修复的损失。等他将侧裙安装上去后，员工就开始更换前面的风挡玻璃，这是强子每一次修复车子必备的操作。虽说这次的修复亏了，但是也不能忘了职业的操守，当风挡更还是非常漂亮的，修复的也非常成功。而这次的修复却花了强子将近4万美刀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强子想把车卖到6万美刀，你感觉这台修复的二手车能卖出去吗？说出你的想法。